接帮你头搬进去，根本就跟精品店一样啊！但是这个夜景，你知道跟日本的那种感觉很像。里面柜内灯呢？每一天突然不小心订到太好的房间，推进去带它的空间感，蛮大的。现在是一个小阁。以地理位置来说，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的，超有艺术感的。是我。你不想去我的？啊，精品区都在这边。天哪，我们搭上了一个很赞的大哥的车，他跟我们边介绍这边，好开心哦！我就惨了，我这边我就走不到，你看，大塞车，这个是每天都塞到12点2点。哇，好夸张哦！这条路我们不敢进的，我就是跟你们谈天，我没有去看它。聊得太开心了，哇，还会直接帮你头搬进去。马来西亚的入住好像会再收一个住宿费用，20元。你看，意外住到一间很高级的饭店。那回去要吃土了吗？真的高级，所以我就不确定要不要吃土这件事情。很漂亮，而且一进来还会有人帮你直接拉行李。饭店一进来，这个橱窗根本就跟精品店一样啊！里面就是有它的枕头、它的衣架子、浴袍等等的东西，做的展示柜，很美耶！浴袍放在这里也太美了吧！进去喽！你干嘛夹我？没有啊。前台来的小哥好贵气哦！他超帅，他眼睫毛超长，好帅哦！他有点帅耶！而且我们住在一个黄金三角区，刚刚还在跟大哥聊说这边很贵哦，然后就转头，哎，我们到了。我们行李正在被运送中，我第一次遇到会被人家送行李的耶。好好记录一下。是我宠落金。阿哥在上面，对，差不多。哎，旁边就可以看到刚刚那个 Lotte 呢。对啊，我们刚好坐在边间。我靠！谁？哎，很他自己放出来了。赞！我觉得这个饭店贵气到让我有点惊吓。对啊，我真的没想到哎，我因为刚刚那个大哥这边讲，他在看我们还在看旁边，这边是最贵的地方。他说那个 Lotte 在那边，然后等一下可以这边吃啊，这边很贵，会塞车怎样的。结果他说你们就是住在这个附近旁边最贵的地方了。哦，那是啊，然后你们在后面，然后那个等一下走过来吃啊，转角他就说到了。我说啊到了，然后就一下来就那个前台就有人帮我们开车门，然后就帮我们把行李拿进去里面。对，被扶持到不是吓了一跳哎，住在一个很高级的地方哎。真抱歉，我今天还穿成这个样子。但是这个夜景，你知道跟那个就是你去涩谷日本的那种感觉很像，只是没有那么贵。すごい贵。日本人，我们回去看一下我的账单啊，我记得它没有很贵啊。我们的行李好像送到了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称赞我，是我找的，称赞我。Happy， 今晚一定很好睡。哎呦！耶！Happy Happy
回来庆生。好，接下来行程都 cancel 掉，我们就直接住到最后一天。你再说一次。开心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开心吗？我吓了一跳哎。开心吗？一出来饭店外面就是超级热闹的。现在是暑假，平日礼拜二的10点，还是超级多人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饭店了，波乐饭店。你要喝咖啡吗？我泡给你喝。它直接就附了一个很精美的盒子，然后是胶囊咖啡，有这3个选项，可是我们这边拿到的就是这2个选项。我也没泡过，如果失败的话就算了，我来泡看看。它这边有附水，去，这个打开，看起来形状是长这样，我丢进去了，会被放过来。如果失败的话怎么办？你还是要喝。还蛮香的耶，甜。有加糖吗？没有，好。好的。好喝，好喝，太好了。跳舞。是你同手同脚是不是？很小同脚。今天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逛街买东西吃东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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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东西吃东西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早上要先去黑风洞，然后去教堂，之后就去逛街，因为我们刚好住的地方很靠近市区，我们去那边逛逛。好咪？拜拜。拜拜。插播一下，大家有追踪我们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赶快来追踪哦！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或者是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房间空间的话，它的床很大，这应该是 king size， 应该是双人床，还有点就加了3个枕头，应该是 king size。然后走道以及我们的行李箱还可以这样子放。这边放一个，这边放一个摊平的都 OK。它有附一个很大罐的乳液，我觉得这边晚上真的很吵，因为它毕竟是市区啦，我觉得会有取舍。如果需要这么漂亮跟好的地点的话，就真的会比较吵一点。主要是因为会有很多车子，到了1、2点都还是有。然后我真的受不了，我有戴耳塞，所以建议大家来还是要戴耳塞，因为我觉得它 CP 值很高，忍受这一点点小事情，看到这么美的房间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我也很喜欢它的抱枕呢，很可爱。它其实有个价目表，它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有在贩售，所以喜欢的人可以买回去做纪念。价目表在这边 ，OK， 它有中文版。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买。
小细节，就是它的窗帘是双层交错的，所以它两个窗帘叠起来的时候，不会有的饭店它旁边会漏光，旁边的窗帘也都是伸进去的。我小姐已经昏倒了。我觉得它旁边有这个放大镜很方便，吓我一跳，可以把你的脸放很大。对于女生要化妆，不管男生女生，大家化妆的话会很方便。这支风机也长得很时尚，风还算蛮强的，也是吹得很快。最强的风是这样，这样还蛮大的。现在是一个小格。它的备品也很精致，里面有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袋子、梳子、化妆棉跟浴帽、跟牙膏、牙刷。石头台是独立在旁边的，周围的话它是有做一个止水墩，就是这边有个凹起来的地方，所以也不会说泼的到处都是。就算我行李放在下面的话，也不会被水滴到。蛮多细节的饭店。这边门进来左手边是浴室，外面会有挂钩可以挂。门的话会比较不太好关，它会有点跳开，所以你要稍微拉着吸一下，它才会吸住。花洒跟抽风机，厕所跟浴室是分开的，但它不是免治的。房间格局的那个图面，不能带宠物，那一样不能带榴莲。这边开关还会写好是什么地方的开关呢，很清楚明了。我要打扫跟不打扰，不用挂牌子，直接按就好了。像我现在有按了，外面这边的话就会显示。它插头也是一样，是有个开关切的，115V 跟230的。床边的灯的话，一样也是它的开关按键上面都会写好是什么灯，什么作用。有个 USB 的插座跟一个他们当地的插头插座，不是国际插座。这一边的插座一样的话，它也是写有什么它的小夜灯的，然后跟他们这边的开关。很漂亮的镜子，都是用铁件烤金色的去处理。最喜欢还是它这个衣架啦，真的是金光闪闪的，很美。它的衣架超酷的耶！我刚刚想说我怎么拿不下来，它是要这样子对到上面那个凹洞，所以它拿下来的时候只有拿到这样子，没有勾勾这样。那上面的挂件还在上面，应该是让你想要凹这个东西回家也没办法用吧。但它都有在卖哦。我们来看旁边柜子是什么？哇！有他们很可爱的毛茸茸的拖鞋，跟一个烫衣板呢，然后跟熨斗、保安灯、洗衣袋跟保险箱。电视的话，我觉得比较麻烦，比较小缺点的是它是 LG 的电视，所以它感应上面都要稍微等一下，YouTube 等等的。但是我们昨天一直开不了这些功能，但是苹果手机投屏是没有问题的。有个小小的茶水柜，请开。哇塞，里面柜内灯呢，符合它一个洞的杯子。下面的话就是冰箱，不太冷的冰箱，非常的不冷。像昨天欧文饭店的那个美德，他们的冰箱就超级冷。美德的话，其实它好像已经是中国品牌的制作空调很有名的，所以大家在台湾应该也很常遇到美德的冷气，其实是可以买，它算是蛮冷的，然后 CP 值蛮高，拖鞋也很舒服。房间里面很多都是用灰烬，这个颜色，对，这个是灰烬，灰烬去带它的空间感。然后，可是其实洗完澡的时候，它会整个起雾，因为我现在都明亮，不过不太影响。整体来说是很美的一间饭店，房间的隔音是非常好的，完全听不到外面走廊的人的声音。可是它的窗户这边，我现在在8楼，可以听到，如果有按喇叭的话，是可以听得到的。
它其实气密的效果已经很好了，但真的是下面交通比较繁忙，所以还是会有声音。应该是那一边吧，就有很多 LV 啊什么之类的精品品牌，唐吉诃德24小时的，所以也可以去这边逛。饭店在这里，对面是 The Ten， 再走过来这边是5级免登的轻轨，然后这边的话都会有这个街头艺人。对面是麦当劳，这边直走到那边右转就是亚罗街夜市，直走到底就是黄雅华街。然后我们吃的好吃的那个摩洛哥的料理，那个很大的沙威玛在这边。再往下那边的话，就是会有一些小 CK 啊，然后精品等等的。所以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繁荣、很方便的地方。以地理位置来说，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的。然后饭店也很漂亮，缺点就是它真的会比较吵，到了2点多，甚至一直都会有，到2点多会比较安静下来。可是车子的话，还是会有一些引擎比较大声的车子经过会被吵醒这样。退房了。听说你说这个饭店你会给它几分9分，因为它的那个热水不够热，它的洗澡的热水不够热，开的时候要一点点时间，但还可以，可是完全不够热。我已经转到最热了，它都还是有点有点温温的啦，没有到很热。然后反而洗手台比较热。再来就是它的冰箱，它的冰箱真的超级不冰的。虽然饭店冰箱都不冰，可是它的真的跟常温差不多，而且有一点发霉的状况。这2个很基础的东西没有做好，我们觉得稍微被扣到这个分数。Yes。走廊其实还蛮宽敞，地毯是延伸过去的。我喜欢这个地毯的配色跟造型，很美，超有艺术感的，那种涂鸦的感觉。是我很美的电梯跟很美的我。美美的我又出现了，是我。要回去了，要回去，哪有要回去？要去下一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在吉隆坡，要去槟城，要去搭飞机了。退房，耶！